好，我是小马。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那比如说像小红书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评论日本的帖子。那尤其呢是经常有人会夸赞日本的国民素质高，然后城市干净卫生，生活安逸舒适等等。那这些帖子呢下边会有不少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表示赞同的留言，但是呢也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人呢会觉得日本人素质也没有那么高，那街道也没有那么的干净，而且人情冷漠，生活压力大等等。那么呢，为什么大家对于同一个国家的看法会这么两极分化呢？那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的呢？那今天小马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真实日本的看法。那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10多年的华人，那小马认为呢，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是真的。那因为呢，假如两批人身处的环境和情况不同，那就会造成他们分别看到的日本社会现象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呢，来旅游的人和在日本生活的人，那看到的景象不同。那身处在东京的人和身处在大阪的人，那看到的景象也是不同的。那还有正在留学的人和已经开始工作的人看到的景象也是不同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来旅游的人和在此生活的人看法有何不同。那来旅游的朋友，无论是吃喝住行还是购物，都是在付费享受服务，而日本是出了名的服务水平一流。那所以呢，基本上只要你不违反基本的规则，那你旅途全程都可以感受到礼遇和舒服安心。但是呢，生活在日本的朋友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是享受服务的一方，他们也是日常要服务于社会以及集体的一方。那打一个比方说，假如你住的公寓楼，但你有时候可能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细致的垃圾分类，那居委会大妈可能会给你贴上小纸条，那用看似礼貌却夹枪带棒的话语警告你整改，不要违反规则。那另外呢，假如你只是来旅游，你可能觉得看到的都是笑脸，但只有真正在这里生活久了的人才能看穿多少张笑脸背后藏着虚伪和算盘。那关于这一点呢，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中提到的妈妈偷摸那个霸凌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还有呢，如果你只是来旅游，那你可能会更容易注意到日本人日常会把友好的问候和诚恳的道歉挂在嘴边，待人接物呢也是很有边界感，会注意保持合适的社交距离，也不会打扰他人的私人空间。那这些呢确实都是很有礼貌的行为，会让人顿生好感。但当你真正生活在日本，你会在更多的细节之处感受到，不是每一个日本人素质都是非常的高，那就算素养高也不一定是绝对的高。那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东京坐电车，原本应该留给老弱病残孕妇人士的优先座席，总是坐满了正值壮年身体无恙的人。那无论是男女呢，坐在优先的座席上，要么把头埋着低低的这样玩手机，要么就是闭着眼睛假装睡觉。反正只要不去看站在他前面那些需要被让座的人，他们就可以一直安心的坐到站。那我听公司的一个员工跟我讲，当她怀孕9个多月的时候，挺着很大的肚子站在优先座席前，那肚子都快贴到她前面的那个年轻的女孩的脸上了。那这个女孩其实也看到了，但是还是缓缓地闭上了眼睛。那一瞬间呢，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只要我看不见道德，道德就绑架不了我。那这样呢，一个有时候连女性都不愿意帮助女性的社会，难怪会让人觉得人性冷漠。但有意思的是呢，刚刚说的这个让座的事情，在东京是普遍冷漠的。那在大阪，就算是车上比较拥挤的情况，许多优先座席依然会被空出来。假如年轻力壮的人看到面前站着有位需求座位的人，就会主动且快速的站起来去让座。那有时候呢，甚至一下子就有2、3个人同时起来让座。那因此呢，很多人的印象是东京沉闷冷漠，而大阪人呢，主打就是一个热情豪放。那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来东京和来大阪的人看到的社会景象也是不一样的。那不要以为大阪人热情豪放就肯定会更招人喜欢，那因为豪爽的人可能会更加不拘小节，没有那么注重规则。那有很多在东京和大阪都旅游过或者生活过的人，都对大阪有很多看不惯的地方。那前几个月呢，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从东京搬到大阪，所以他有跟我分享了很多他的发现。那他跟我讲，在东京的话呢，无论是车流人流，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那非常有秩序的。但是在大阪呢，每次不管是
走路还是骑单车的时候，都可以遇到很多人的逆行，那朝着他迎面而来，根本就来不及躲闪。那还有呢，东京的街道是很干净的，也没有人会在路边抽烟，但是在大阪呢，遇到不少的男性都是这样边走路边抽烟的，然后骑车也抽烟，那连开车呢也在抽烟，那个味道难闻不说，那街道上的地上都是随处可见的烟头。那另外呢，大阪人的边界感也没有东京人那么重。那我朋友呢，他是自己有一个小宝宝的，他发现呢，在东京的时候，就算老人家看见可爱的小孩子，也就是礼貌的夸一下卡哇伊呢，或者是远远的逗一下而已。但是在大阪，老人真的会直接上手的，比如摸摸孩子的头，然后抓抓孩子的手。那虽然他呢不算是非常反感这种行为，但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合适。那所以呢，可想而知，来东京和来大阪旅行或者是生活的人，对日本的感受真的会非常的不一样。那最后还有一条值得说的是，在日本留学和已经在日本开始工作的人，对日本的感受也是会不同的。因为日本大学是入学门槛很高，但是毕业门槛相对低。那这一点呢，跟欧美的大学是非常不一样的。欧美的大学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演讲以及写论文上，那要很努力才能毕业。但日本的学生呢，大学的课相对是比较轻松的，所以呢，一些有追求的学生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练习社交、积累各种社会经验以及兼职打工赚钱上面。而比较偏向于躺平的学生呢，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休闲娱乐上。那不管是哪种方式呢，大学生们都在用自己舒服的节奏度过大学生活。所以很多人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大学的时期简直是踏入社会炼狱前的休假期。那因为一旦踏入社会，尤其是进入传统的日企，那真的是才了解了社畜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那每天呢，要来面对来自上级的压力和训斥，那要面对来自客户和业绩的压力，还要处理公司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那要考虑怎么样才能挤进核心的小团队，才能不被排挤和孤立。那而且呢，由于工作繁忙，或者是不在同一个区域上班，那曾经要好的朋友和同学呢，也都很难得才能聚上一次。那而在日本，尤其是作为男性来说，谈恋爱呢也是需要实力的。那因为很多女性呢，就奔着结婚后直接辞职做家庭主妇的目标去找对象嘛，那所以男性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够好的话，就很难找到心仪的伴侣。这种职场压力、社交压力还有穷孤单，把许多原本还沉浸在大学自由时光中的学生们一巴掌打回了现实。那所以呢，如果你问一个已经工作的人觉得日本怎么样，他的回答大概率会跟留学生的答案不一样。那好了，今天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小马在日本看到的现象以及对日本社会的理解。不知道你对日本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吧。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